大家好，今天薛亮跟大家聊一下 AFI，也就是美国电影学院在1998年所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列表。他们把这个电影列表的名字叫做100年的伟大的100部电影，因为当时1998年是电影正好是100年的历史。那美国电影学院这家机构它主要就是在电影的保存这种文化上的传承甚至他自己也有一些教育的这样的使命。那我也记得还有一个我的观众也在那儿，现在正在上学不知道你还好吗？那我想聊这个的缘故呢，主要是说，因为近期2025年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对很多国家地区实行了一个新的关税的调整。那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呢，这确实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的关税政策表明，就是美国其实是放弃了过去由他自己主导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方向，要重新塑造世界的秩序。我就个人不在这个事情上过多的去说它的影响好处坏处这个不是我今天的这个主旨。但是我在想，就说美国人的文化其实也在流变他们的这样的很多的国家的方向也好，文化的方向也好，其实在一个这样的一个 democracy 里头一直是在流动的。那我就想说，差不多30年了吧，美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相信特别是很早就来美国移民的人见证的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我的这个频道因为是聊电影，我就想从这样的一个当时差不多27、8年前的时候 AFI 的这样的一个片单上所反映的，就是说他们所珍视的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特色或者价值观念，对吧？甚至就是说，这个虽然他讲到的这些电影是在分布在很长的历史长河里头的，但是在那样的一个1998年的时刻去拣选这些电影呢，本身是有当时的时代性的。而我相信，如果今天不管是哪个机构再去拣选100部能够真正代表美国的文化或者是历史或者重要性的这些片单呢，就一定会有特别特别大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我们聊聊这些电影。当然100部电影也不知道该怎么聊，我也是头一次，而且我也是一个即兴的漫谈，所以我们就走走看吧。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个人觉得说，所谓的过去30年前美国人所自己看重的这些故事所要表达的东西呢，有几大的方面吧。就是说，一个是说美国人这种真是死心塌地的个人主义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他们核心的信念就是说，人就是应该有自己塑造自己生活的一个自由就他们宪法里头就是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就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说保证你一定会生活的幸福，而是说我永远去保护你去追求你自己幸福的这个权利。那这个当然我觉得跟他的新教的传统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他比较注重这个自我的表达和自主的地位，然后这个我相信在电影里头这是表现的是淋漓尽致的一面也就是早期的这样的一个自由主义，其实在这个个人主义上也是一个非常高度契合的事情。但是现在事情正在慢慢发生变化。那我觉得说，另外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边疆精神frontier 的这个样的一个历史，就是从这个东部一直到西部的这样的一个前沿一直都是说我们有新的疆界，我们还可以拓展。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在领土上，而且也在这个科学技术上，在其他一些思想观念上甚至在艺术上本身也是这样。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觉得说，可能到了一定的走进了旷野之后迷失的时候呢，可能你也就没有所谓的一个前沿的精神了。那他当然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他的电影里头呈现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多元化，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多元化产生的这些冲突，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族群和族群之间的冲突，这也是散布在这个他所列出来的这100部电影里面的然后他所形成的这种新的组合之后的混合的这种新文化呢，也是往往他会比较强调的。当然在这个美国因为自己工业化之后然后再有因为2次世界大战的这样的一个给世界秩序的这种重要的这种贡献吧，或者是说至少扭转了这样的当时的一些历史的发展的脉络。
那它也有很多的关于战争的关于这个战争的反思的，关于战争对人性的这种摧毁性的东西。然后它也因为这样的消费主义也就是说它其实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它自己相对来说可以自给自足，然后很多时候又本土又没有真正的遭受过这样战火的打击，所以它在消费和商业上呢也是非常非常强调。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电影是关于无论是羔羊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及时行乐的东西也好呢，还是说反思这样的一个物质生活对人的这种灵魂上的侵袭也好，这也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那另外呢，就是说美国人的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其实也是蛮独特的，因为他这个爱国确实不是以这个祖先崇拜为那个崇拜的对象的，也就是说他的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系列的一些思想的这样的一种抽象之后的东西，但是这些思想抽象之后，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这些价值很重要，但是经过时间历史长河的去筛选的时候呢，这些思想本身可能就化为了一些图腾或者符号，而这些符号呢，其实新一代人或者后来的世代呢，并不一定完全能够了解当时这些思想到底是为什么被这样去创造和羔羊的，而是说大家更对这个次一级的具体化的这些符号进行了一些崇拜，比如说对国旗、对国歌，然后甚至对美国宪法本身，有时候成为了一个其实超过了很多人自己理性和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层级，大家更多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宗教的情节去爱这个国家的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过度神圣化呢，以至于让很多人忘记了这个宪法最初的这样的一些精神。所以这个爱国主义体现在不仅仅是说西部片里头，也有它科幻片里头各种各样的类型片里头，它都会体现它这样的一些特色然后当然实质上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影响还是深深的植根在很多的电影和故事的主题上的虽然说在电影里头倾向于我们电影人不会轻易的搬出来我们所看不到的上帝，但是那个上帝的观念本身又是深深的影响了这100部电影的这样的一个之所以被认为优秀的传统。那也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漫谈，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那我们就进入这个100部可不知道要说多久我们还是从这个排名最高到排名最低这样说吧，这样重要性可是慢慢递减的，大家也可以说不一定非得看到完嘛。OK， 第一部位列榜首，again， 这个是一个1998年的这个榜单它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 AFI 又更新了一遍这样的一个新的100部电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其中因为产生了很多争议，有很多的时候已经因为政治正确，有一些电影已经不适合摆在这个榜单上，比如说格里菲斯的一些电影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个过度的所谓的后来人不能够连想都不愿意想，谈都不愿意谈的所谓的种族问题呢？然后我觉得很遗憾的是说，我最喜欢的冰雪暴冰雪暴在今天我们这个榜单里头98年的时候还是有的。你想想那个电影96年出来，然后98年就已经被选入100大了，这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我真心的觉得冰雪暴是真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电影，大家应该有机会去看一下我解读的这个电影的25集的视频我相信你不会觉得很空虚很浪费时间的，因为我也确实付出了很多心力。Again， 2007年和08年和这个1998年，其实对美国来讲，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甚至对整个世界来讲，这是其中有一个几个重大的分水岭，其实都发生在这个时刻我们首先还是要多说几句，不好意思，大家容忍我一下，说一说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文。
在199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911还没有发生哈。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自大的心态，你说他自信也好，或者自大也好，自负也好，反正那个时候还是一片没问题，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发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而那个时候对世界贸易体系来讲，那个时候中国也还没有加入 WTO 啊。中国是同年，就是在新千年开始之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01年的时候，世界发生两件大事，一个是说911恐怖袭击，世贸双塔倒地，然后全世界的人就看着这个摩天大楼的倒掉，然后同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进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哈。那后来发生什么？其实我们都已经自己都经历过了，其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OK， 但是 again， 为什么这两个榜单会有那么多的不同呢？我觉得这些事件都对他们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名在2次榜单里头，我记得我们今天讲的还是1998年的哈，公民凯恩哈，公民凯恩。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说，公民凯恩里头的这个奥森威尔斯演的这个主角凯恩本身是有一点点和川普有点像的，其实也是非常的 willful 啊，就是非常的某种程度上任性，为了自己的目标，就是说认定了我拼命去做，有时候不太选择自己的手段，对吧？在公民凯恩里头，你说他最后就是因为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为了逞强。他说我要去支持一个事情，你就必须上。连那个唱歌的这个女朋友本身他自己都知道，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才华，而凯恩还逼着他非要去这样的一个豪华的这种 theater 里头去表演，搞得大家都很痛苦，对吧？就是因为他有钱吗？有一点点相似哈。然后这个电影里头的这个 Rosebud 最后那个结局。也是看到，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野心家、大人物也好，他的心里头其实还是有一个最痛的一个痛点，有一个柔软的地方。那这个 Rosebud 在电影里头，因为就是凯恩他小时候，因为他妈非要把他送走，让他一个人离开家，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更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财务的地位也好，还是说现实的地位也好。那他把这个小小的雪橇啊，就成为他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寄托啊。那个 Rosebud 就是他小雪橇的名字嘛。你看在这个电影里头，大家所关注的是什么呢？也是首先个人主义非常的明显，对吧？然后其实就是说要改变这个世界，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这个影响力，钱其实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说用钱去做什么。这也是我相信，其实你看多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这些政治选举，为什么这些富豪拿出来那么多的钱去砸，去为了自己所倡导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方向去做？其实钱真的是一个符号啊，这个是第二名卡萨布兰卡啊，这其实严格意义上也不算是特别美国的故事啊，它是发生在北非的，应该是2次世界大战，对吧？然后其实是2个人。其实错过了一段美好的感情之后，然后最后又因为一个好像更大的一个世界的正义哈，然后去再把自己其实心里头最挂念的这样的爱人送上飞机。它跟公益有关系，它也跟某种程度上的这种世俗生活和一个灵性最重要的这个价值观的这种冲突有关。所以卡萨布兰卡我也一直想跟大家在频道里分享，还没有来得及，我有一天一定会聊一聊的。第3名是教父1啊，教父1当然是首先是家庭观念，这个当然就是跟移民文化是有相当关系啊，这是一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家族嘛，对吧？然后他们如何在纽约去这样去发达起来，从其实是贫民窟的这样的一个劳工阶层，最后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当地政治，可以去主导这个社区秩序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在这样的一个正义与邪恶的这样的一个斗争当中，这也是美国就是说他自己的 democracy 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表达。他当然也有这个就是乐观，或者说通过自己奋斗可以去实现，无论说自己的野心呢，还是说这个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啊。第4名飘啊，这是美国内战啊。其实这个你想一想，费雯丽演的这个斯嘉丽这个角色，我至少在大学的时候看的时候，不是特别能够拿住，就说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啊？其实她这个女人也是非常非常强悍的一个女人。然后她最著名的那句话什么没事，反正就是说明天
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哈。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和新教的伦理是很搭的哈，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不用去为明天忧愁哈。你今天他那个时候，你想他作为等于说plantation 怎么种植园的这个后代，他自己的家业都已经被因为战火都烧掉了，他整个的这个土地的政治气候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他还在想办法去为了自己的明天想办法去经营，无论是爱情上也好，还是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具体的情况也好，非常的 tough 啊。这个 tough 也有一些边疆主义精神在里头，当然更大的就是强烈的就是个人主义。第5部阿拉伯的劳伦斯，按道理这个更是像是一个英国电影嘛，对不对？他讲的是英国军官的事情，是英国导演大卫·里恩拍的，可能就是因为拿了美国的钱、美国的技术啊。Again， 他的这个 AFI 的这个标准本身是说这个电影的文化上的重要性、技术上的更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片单里头有很多，比如说有声电影、彩色电影第一部的那些早期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电影在技术上的这种飞跃的这种 marker。那同时它也有就是说要得到广泛的这个关注，要有在这个重要奖项上的这种认可，然后同时在历史的过程中，后代仍然觉得说这个东西很重要。我相信，阿拉伯的劳伦斯其实也是有一个鲜明的个人主义，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边疆精神，甚至某种自大的这样的一个救世情节啊，救世主情节，不是吗？对不对？当然说从技术上来讲，这个电影你这辈子总是要应该去看一下的。这是第6部了吧？绿野仙踪啊，这应该是1939年的电影。这部确实是它是一个有歌舞的地方，歌舞片是在这个片单里头是屡见不鲜的哈，因为过去的电影里头就是有很多的歌舞片。然后绿野仙踪我们看到去年也有这个 Oz 的这个电影，他有这种历险的精神，对吧？而且他跟他的美国的地理还有关系。这个整个故事所谓是从 Kansas 开始的，从堪萨斯州开始，然后因为飓风啊什么的，然后他也有对科技、对工业化的这些反思。它既有就是说物质那一面，又有就是说在这个物质上是不是会影响到我精神的这一面的东西。我觉得美国整个的这个对贸易的态度，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升值的这样的一个觉得说我们没有必要把什么东西都工业化了吧？但是其实大家也有本性上又是贪图享受的，所以他一方面不愿意放弃美元的霸权，一方面他又要说我们要公平贸易，这个本身其实是非常的不自洽的哈。而这种不自洽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当美国自己本身生态还比较健康的时候，他有这样的领导力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愿意牺牲的精神，他可以主导这个秩序的建成，甚至这些规则也都是他主导去建立的。但是他后来就发现，一方面说维持这个制度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然后你自己其实也很难去戒律你自己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贪婪啊，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第7部毕业生啊，毕业生这应该是67年的电影。那70年代的时候，当然是因为越战的失败啊什么的这种反思啊，然后也是真正的 boomer 的这一代 ，boomer 的这一代就是他们的父辈其实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经过这个2战的洗礼哈，然后整个国家也建立在这个大复兴的，也是在2战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极度乐观的情绪上，但是很快就迷失了。这也是当然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去享乐的东西，然后也发现就是说在享乐当中很快就迷失了啊，这个被各种各样环境优渥的这样老女人勾引啊什么的，在这样的情欲上，这个情欲不只是说对物质的情欲，对这个肉体的情欲，主要就是说人本性当中其实根本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去戒律自己的这样的，你都说不清楚你的情欲是什么，我们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你投射在那儿，投射在那儿，投射在那儿，你用吃，用旅游，用消费，用去乱交，你都发现最后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想说，那到底我们的这个情欲是到底从哪儿来的？这是美国人其实非常非常喜欢思考的一个问题，至少在98年的时候。
OK， 第8部是码头风云啊 ，On the Waterfront， 马龙白兰度演的这个其实首先他是一个工人阶级，然后工人阶级码头工人，然后他自己又看到了这个工会的腐败，你知道就说。至少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当然这个里头有更复杂的一个历史成因，就是说，伊利亚卡赞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反共的人啊，这个当然跟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系，所以他这个电影拍出来呢，其实是反工会的某种态度的表达，对吧？就是说工会其实你觉得说工会就是为这工人去谋福利吗？不是，他们也很贪婪，他们也在其实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了中饱自己的私囊。所以伊利亚卡赞虽然这个电影拍得好，其实这个故事也是非常隽永的，但是实际上在当时一直都比较左倾的好莱坞，还是遭到了非常多人的这种唾弃啊，甚至因为伊利亚卡赞本身所谓的告密的问题啊，这个 again 这是历史是一笔糊涂账，也是一个左右翼的这样的一个斗争。第9名，辛德勒的名单，这当然是跟犹太人有关，跟大屠杀有关啊。很多人说啊，美国就是一个犹太集团控制的哈。这当然有部分的真相，但是这么说也未必真的是公平啊！这今天就不再展开了。斯皮尔伯格不知道是，至少我估计斯皮尔伯格电影应该3、4部总是有的吧，在这个榜单上。这么熟的电影就不说了哈。雨中曲 Singing in the Rain， 这当然是金凯利，然后这样的一个其实是对某种娱乐这种更新哈，这种精神生活娱乐方式的一种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拒绝变化，它某种程度上带着美式的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在这样的一样电影里头，虽然它是歌舞片，而且娱乐性非常好，电影技术都非常的完美，但是它有一种这样的保守主义在里头。今天这样的东西其实还真的非常非常少见，而在98年的时候，美国人还会认为这样的体现的1952年的时代精神仍然是他们所愿意去保留的。那第11名是 It's a Wonderful Life 啊，这电影实在是太值得看了，我每看必哭，我觉得太好看了。弗兰克·卡普拉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It's a Wonderful Life， 这是什么？这叫生命很美好吗？生活多美好，对吧？这黄金时代的好莱坞的杰作呀。然后第12名日落大道哈，这也是我跟大家承诺的，我想跟大家解读的23部电影之一嘛。这里头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小梗吧，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在默片时代那个最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叫Buster Keaton 啊 ，Buster Keaton 在这部电影里头还演了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角色。这部电影本身有他美式的浮华那一面啊，从默片时代的那个影星，最后就沦落到其实他心里头的这样的一个欲望还是紧紧的抓住整个这个虚空的生命不放，还想再继续去出名，还想抓住自己的那样的一个 fame， 这样的一个 vanity 的最后的一个小尾巴，然而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形成了这种人性的扭曲。其实这不就是这个国家的精神，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吗？这个是美国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内部这样的分裂，然后不得不去做出来的一些非常极端的这样的调整。这个调整 again， 我不是说它好和坏哈，我只是说它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就是说，川普被拣选上来，被选出来去做这个事情，这不是说一个任何人能够控制的事情，就是说好像就是时代的某种精神啊，这样的一种大家互相虽然在较量，但是整体的合力呢，觉得说我们的这个方向它必须要这样去转变的时候，就选出来这样的候选人，而且非常奇怪的是用这样的方式选出来2次，对吧？然后这个方向就是这样变。第13名桂河大桥啊，这 again 就是关于战争的哈，这是美国其实它的这个军工产业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它这个电影本身其实和美军没关系啊，还是英军和日军的在这样的一个 again， 这是美国人拍的嘛，也是对正义反思新边疆，然后他即使是讲战争的这些电影，永远都是
unapologetic 的一个个人主义反思啊，根本其实跟国家精神没关系，就是我们到底我们做了这个事儿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我们会怎么去看到自己深深的人性的问题。第14部是玛丽莲·梦露演的《热情似火》，主要是这是因为是比利·怀德哈，比利·怀德至少有2-3部电影在这个榜单里头啊，那真的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伟大的编剧啊，对人性极为洞悉啊，我确实觉得，伟大的美国的电影人。第15部是《星战》，应该是第一部啊，这应该是老3部曲，1977年，也就是卢卡斯的第一部的《星战》。这里头就当然说有田园牧歌，有这样的，实际上是一个太空牛仔，对吧？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星球上，然后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关于自己家族的历史的啊，就是一个少年在旷野里头。然后边疆精神，然后不认输的大无畏精神，然后个人主义啊，然后关于对帝国的这种其实是讨厌啊，其实美国人总体来讲是对自己的帝国意识是非常自省的，所以说这是好的左派啊，好的左派过去一直都觉得美帝国主义这词可能就是美国人自己发明出来，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反对。你像美国内部天天现在全国有多少个抗议啊，就是对吧？这个对以色列的这种谴责啊，怎么能够欺负弱小呢？对吧？然后一旦说伊隆马斯克这个政府效率部门说我们对外援助要停掉很多，大家就很不高兴，凭什么不帮他们？对不对？他们带着自己其实有一点点走偏了的天真，但是他可能也有部分的还尚存的善意，所以星战，哎呀，确实是也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他这样的一个关于父辈的这样的一个情节，你可以说，其实美国的国史来讲，他很难去认真正的欧洲去做他自己的父辈，对吧？他就觉得我就是自己，好像就和石头蹦出来一样，我就是一个新的文化，所以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叫 exceptionalism， 就是我们是例外的一个，我们是和其他文化都不一样的新大陆产生的新文化。OK，第16个是彗星美人啊，这个 again 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也是一个女演员哈，也是一个女演员，然后人性的这种勾心斗角哈，实际上是对人性个人主义的基于个人主义的一个对人性的反思，对内心真相的一个挖掘。第17个非洲女王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影当时会评价这么高哈。Again， 这1951年的电影，然后它当然它跟传教士有关系啊，它实际上是跟这个美国的宗教情节有一定的关系。那宗教情节其实讨论的就是终极的真相、终极的真理，什么是最对的事情？那道德的最后最不能动摇的什么道德啊？这个电影，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非洲女王号》。18是希区柯克的精神病人啊，这怎么说呢？首先是电影术上确实是影响太多了哈，其实也是英国导演对吧？但是他有 again 是对人性的自己的一个深深的窥视哈，觉得我们身上的这种罪性实际上是有时候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被自己的谎言，当然也有这个母亲的这种压制哈，就是说这种过度控制欲强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摧毁性的控制，这也是 again 又还是回到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上，他们是不可能说有像东方家庭，特别东北亚我们的家庭观念的，说啊这个我们还可以说祖孙3代4世同堂，没门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新教的伦理，因为创世纪那一句话，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成一体，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个就是这边界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边疆意识这种多元意识，它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新教伦理的这种边界感在里头，这个国家才没有说很快变成一个战国，很快变成一个战火不停燃烧哈。它不是这样的，其实它有过局部的这样的冲突，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又是和平的。其实
欧洲移民来了之后，他那种和平的常态比当时印第安部落之间的那个征战可能还要和平一些呢。那是第19个中国城 Chinatown 啊，这是波兰斯基的伟大的编剧啊，这是我也是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还没有来得及分享的。这也是难道不就是说关于公共权力，然后一些极少数精英在控制一个阴谋，对吧？然后作为公民的一个，然后自己虽然是带着缺陷的一个公民，但是其实你可以去用自己的力量去探求真相，其实还是个探求真相的这样的一个 religious 的一个东西，我甚至觉得。然后他对公权力的这种警惕，这也是美国文化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第20名飞越疯人院 ，again 就是对一种专制体系的这种天然的这种恐惧和厌恶哈，就是说，即使是这个看起来是说为了他们这些所谓精神病人好，但是其实很多的正常的人都因为其他的缘故就被关了进来，像杰克尼克尔森当然演的也是非常的好，米洛斯福尔曼的电影哈，这也是伟大的电影。哇，这个电影在 IMDB 上居然有110万人评过它。again 这个没有看过的赶快去看。第21部愤怒的葡萄，这应该是叫什么？斯坦贝克的小说改的哈，应该是讲的是说当时的奥克拉荷马的这帮人因为这个季风的缘故，他们那个地方没有继续办法去种植他们的这个农作物，然后就涌到加州来，然后当时也跟加州本地的这种地主的冲突，对吧？他们地主弄成了武装队，然后本地的人去排斥外地的人。again 这又是一个关于移民的一个故事，关于这个不同身份啊，有时候不只是财富悬殊啊，也有是说这块土地到底谁应该说了算，就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政治的一个事情。政治是所有美国人他不可能或缺的一个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在 democracy 里头，你就必须得为了你认为对的事情去鼓与呼去征战，这没办法的事情。第22部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哇，这就不用再说了吧。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边疆，也有对科技的恐惧，甚至说这部电影放在今天其实也非常真实哈。人工智能到底会怎么样去对我们真正的有灵的活人，这些真正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人有多大的冲击呢？工业化真的对吗？你往外太空去，到底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去，对吧？然后你这个反过来自己所造的，你本来就是一个被造之物的人，然后去用你自己有限的聪明造出来的这样的机器人，最后会不会你自己都控制不了呢？对吧？这是一个伟大的电影。again 23是马耳他之鹰哈，这也是关于一个其实是侦探的故事了。我还一下子想不出来它和美国文化的关系。那24名和愤怒的公牛马丁斯科西斯的OK， 这还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然后强烈的这种有他自己的怎么说呢？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和民主社会的一种正常的表达啊。其实言论也是可以是暴力的，然后你要去在商场上也。在 business 上也有很多人其实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不是为了钱了，而是一个 activist 啊，他是一个行动家。美国人现在你说投资的也有所谓的叫 activist investor 啊，我就是通过投资我要去表达我的态度啊，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不支持，我就要惩罚你啊。华尔街不是这样的逻辑，但是很多单独的这种个体的投资人反而会有时候用他的自己的钱去影响这个世界，是影响这个至少他身边的这个环境。个人主义啊，深深的植根。第25名是斯皮尔伯格的 E.T. 啊，这又是边疆精神，然后对抗政府，对吧？然后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有机的这种关联啊，这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一个 religious 的事情，就是说你想一想，为什么
这个用小孩子的视角去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爱你的邻舍呀，这个事情很重要，哪怕说他和你不一样，你不要轻易的去判断他一定就是敌人，你为什么不能去了解了解？哎，一了解特好，哎，咱们还能在一起特别开心，这不也是移民国家的一个基本精神吗？它其实是过去的时候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是一个展开他自己胸怀的，但是这个事情慢慢在变化。第26奇爱博士又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啊，这又是对战争的反思，对这种权力的这种公权力的这种反思啊。其实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美国人对自己的爱国主义，他的爱国主义他绝不是爱政府啊，他甚至说其实是特别痛恨政府，认为其实主要形式上的政府可能都是很糟糕的，所以他基本上都是批判政府，然后批判这种有巨大权力的人。这在奇爱博士里头就是一个疯子的一个将军嘛，对吧？然后利用任何的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借口，其实为自己身上去垄断自己一个权利，垄断一个话语权，然后这些东西又会让他们变成疯狂的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精准的对人性的一种观察，确实是这样的，人就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快的变入疯狂啊！上帝预先灭亡，什么预先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就是这样的。第27，邦尼和克莱德哈，这是一个比较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我行我素哈，我任我行，天地之间我可以自由行走，然后我去反抗这样的一个其实不公义的世界，虽然自己本身也是以一个犯罪的方式去反抗吧，它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啊。第28是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啊 ，again 又是跟越战有关系了，越战有关系，然后战争使得这个上校本人其实有一点点癫狂了，癫狂之后他自己在丛林里头建立了这样的一个 cult 啊，邪教，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宗教性的控制，对吧？他对那个柬埔寨还是越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吧？他把当地人其实又组织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势力。那这个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个上尉吧，对吧？他是要负责去暗杀他的，反正就是一个极其疯狂的对 apocalypse 本身这个词就是它不只是毁灭那个意思，而且它有一个天启的意思啊，这是一个 revelation， 这是一个从不在我们这个世界而来的一种启示，而这个 apocalypse now 现在就已经这个启示向我们展开，这个本身用的这个词就非常的 religious， 非常的宗教性。第29名 M 先生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啊，那真的绝好的电影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在这个片单上第2部弗兰克·卡普拉的电影，3部还第三部还第2部，生活多美好，应该是第2部。这电影也是啊，就是说他有美国人特别就是老美国的这种特别无辜的那一面哈 ，innocent 的，然后就是满怀理想主义，为了自己的乡亲去争夺各种的权益，觉得不对啊，这个事情怎么政治是大家的事情，怎么现在成这样？然后他就当了应该是参议员还是反正国会议员，去了华盛顿，然后就看到这个华盛顿的种种的这个问题哈，这种政治上的腐败，这种权力的这种勾兑，然后就 again 这是对一个公权力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抵御，就是公权力就最后形成的其实就是政府嘛，就是说个人主义为什么是实际上和这个 totalitarian 的这样的一个政体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东西。有话必须得说真话，要敢于说出来，即使面对再黑暗的力量，我们也得想办法跟他斗啊！其实很多的街头斗士，不管他有没有后面有人资助，他可能骨子里头这方面的东西还是没有变化，尽管他们的思想可能是被洗脑了，他们可能是被毒害了，他们可能也是集体主义的抱团取暖的一种表现，但是呀，希望这些人能够成长一点，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为真理而斗的一个斗士吧。
第30个，这个也是很好看电影，《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啊，这很好的西部片，相当好看。3个美国人在这个墨西哥找黄金哈，它跟物质追求有关系，跟这个自己的这种狂野的一个未来的发财的梦有关系啊，是这种极度的乐观和冒险精神，也是骨子里头不完全不道歉的那种个人主义。31安妮浩尔，这也是我在23部电影推荐过的，是吧？这是伍迪·艾伦的非常话唠，但是也很诚实啊，讲到他们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们性爱的这些发现，然后这种对方如果又进行新的一个生活，自己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感受，当然，这个本身它是过于的强调的是这种理性上的东西啊，就像怎么说，这个导演本身他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矛盾啊。然后第32，教父2，我就不说了啊，教父2我觉得还是比教父1还是要我觉得逊一筹的。但精神是一样的33 High Noon 的中文叫什么？正午是吧 ？Cary Cooper， 加里库珀这个在这个电影片单上出现的还真的是多。High Noon 应该也是属于是西部片对吧？他是警长吧，还是一个 sheriff， 还是一个什么人？还是 governor？ 反正就是对吧？他有边疆精神，也有一定的宗教情节。34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这个是关于种族歧视的南方的一个背景啊。然后，这就是典型的美国议题了，就是关于包容，关于多样性，关于叫什么 DEI 是吧 ？Diversity, Equality， 平等对呀，包容、平等、多样啊，这是。虽然近些年这个唱的有一点点太歪啊，但是这个精神，因为它是一个移民的 salad bowl 啊，以前说美国叫大熔炉，到后来发现其实大家并不会融化在一起，而是说就各自过各自的，它是一个非常孤立的，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沙拉。调起来的东西它是用的是一种 sauce 啊，用的是一种酱，但是里头你的小番茄还是小番茄，瓜子儿还是瓜子儿，胡萝卜还是胡萝卜，你胡萝卜是不会变成瓜子儿的 ，OK？ 但是大家在一起呢，味道也挺好，就这么个意思。第35部是《一夜风流》，喜剧片啊，我记得是啊，然后1934年的电影啊，富家千金逃婚啊，然后。又是极度的浪漫主义啊，克拉克盖博，浪漫电影，这个浪漫为什么人能够浪漫呢？我觉得就是跟他的这样的一个乐观精神有关系啊，冒险精神，他的这样的一个对自我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这种不妥协的追求，他才能浪漫，否则浪漫啥？天天想的都是很实际的，我要为我子孙怎么想，那浪漫个屁啊！第36部《午夜牛郎》啊，这个应该是叫《午夜牛郎》吧？这是某种程度上有一点点同性的 connotation 在里头啊，然后它也是跟底层生活、跟这种人的挣扎有关系的。Again， 它是对某种阶级固化和物质过度的一种。批评某种程度上，当然它还是个体的故事啊。我们说到所有的这些大的主题，只是它的它毕竟还是都是个体的故事。然后这个个体故事最终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精神嘛。所以我们这么说，只是说到那个影片的冰山的一角，你要具体还是得具体的看它的故事了。第37部是我们这叫什么？我们黄金年代 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 也是二战退伍军人啊，然后回归平民生活。这是一个 Boomer 之前的一代人，伟大的一代哈。然后他们这个
其实是要讨论的是说这个战争对个人的这种影响，他的这种创伤，他也甚至说很难再融入一个正常的生活。而美国确实是军人的数量始终是不少的哈，然后老兵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所以到这个时代仍然是。OK， 第38是双重赔偿啊，这也是经典的很好的剧本了。然后讲的这个有点骗保险的意思啊，然后其实充满了背叛了啥的。关于只要说涉及到繁华的物质生活，就一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背叛、各种各样的欺骗啊，各种各样的罪恶。这是很有意思的。它是第39部日瓦格医生1965年的电影啊，其实这是一个俄国题材的哈，但是又是跟这个革命有关系。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美国人对革命的一种厌恶的态度啊。其实他们就是说独立战争，然后那是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其他的那些不叫革命。内战那基本上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一个基本的态度的不一样，然后当然勾结了一些利益和权力的 ego 的骄傲的问题，然后最后打成那么惨烈。其实那个东西不是革命。那其他的时候呢，他没有太多的革命，你知道，他自己内部本身闹的，然后闹得欢，然后他很快的这个气势可能又过去了，人们又想回到正常的一个普通的生活去了。40希区柯克第2部希区柯克西北偏北。OK， 这个我相信希区柯克电影，主要是电影术上的一个考虑哈。你看他海报上居然放的是拉什莫尔山，然后这个美国人对飞机的这种痴迷啊，在这个电影里头的非常 iconic 的景象里头的东西。第41又是不是这个是老版的戏剧故事啊，又是一个音乐片，然后跟纽约有关。纽约几乎是在过去的时候代表美国太多了，这里头肯定有很多不同地域的地方，就是这是我觉得说值得注意的一个地理上的东西。第42又是希区柯克后窗啊，这后窗哎呀不多说了。第43金刚，这个金刚是1933年的金刚，这我觉得是美国人对这是算是一个什么奇思妙想，就是说恨不得赶快有灾难哈。美国人对灾难片的这种痴迷，你看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吧？就是这世界看起来很大，然后一旦把外头的东西呢以一个好奇心带到纽约之后，反而就形成灾难了啊！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排外和保守的情节在里头。Again， 移民国家他也是很纠结，对吧？一方面他欢迎你，一方面他又觉得说你也不能来了就都你说了算，你做主，对吧？然后你文化上一下就给我改变呢，他也受不了。第44呢，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诞生，这个电影就是南北战争和这个重建时期的故事了啊。这个东西在2008年的时候再评的时候就给它拿掉了哈。这里头就是说，因为涉及到3K 党啊，涉及到这个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的对某一些族裔的这种印象，那就这是一个其实不够诚实的态度哈。我觉得说。今天的人去看过去的东西，应该放在当时他们的一个偏见和他们的历史阶段去评估。你可以说当时的人他是有偏见，但你没有必要因为当时的人有偏见就把这个事情变成就是一种禁忌啊。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和美国精神是反着干的。这个电影当然本身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在电影史上留下一笔的。你看看现在在 IMDB 上为什么给他打6.1分，这很多都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说啊，这个里头因为是格里菲斯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你要放到他那个历史环境去看，我觉得才比较公平一些啊。45欲望号街车，这是当然是一个，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戏剧啊，戏剧改编的，应该是田纳西的一个戏剧作品嘛。
马龙白兰度演的。然后这个也是劳工阶层，然后对这种一个其实是远房亲戚啊，然后这远房亲戚本身是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哎呀，总之就是对某种执拗的这种人的这种不屑一顾哈，然后他甚至对一些次一级的所谓的神圣的东西的一种轻蔑啊，就是这个东西不要跟我讲这个，所以特别残酷。这个电影里头其实挺残酷的，你今天看，还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也是。第46是发条城，这库布里克的，库布里克都已经4部了吧？ OK， 这个电影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美国啊，不说了。第47出租车司机啊，这当然是比较美国啊，斯科西斯的出租车司机，那也是怎么说呢？对不公的这种裁定、解读和他想去做的这个行动本身，又因为自己本身的缺陷呢，就蛮拧啊，拧到之后就是说，悲惨世界上就制造了更多的悲剧。其实我觉得，斯科西斯不是以一个荣耀化的角度去拍这个人物的。第48大白鲨啊 ，OK， 这又是美国人寻找刺激的那样的一种消费文化啊，这个就和主题乐园其实一样的，就是迪士尼其实卖的东西和大白鲨卖的东西是很像。当然，这个电影里头的其实它好在就是说它的这个质感非常的好，一个小镇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如何决策，然后在那个船上后来3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理想的3种人群啊，就不在这展开了。然后第49位是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我刚跟大家聊了哈，大家可以看看我那一个专门的专辑的视频。第69，这是叫什么？这叫什么 ？Budget， 哎呀，我不忘记这个叫中文叫什么来。圣丹斯的这个电影节就是从这么来的嘛，对吧？然后罗伯特·雷德福，这也是个人主义，然后对权威的反抗，然后悲剧的下场，某种程度上也是反思了。然后51是费城故事啊，不后面的我觉得就不多说了吧。52永恒，从此到永恒。53莫扎特这电影其实非常的好，但是它就因为是美国人拍的，所以就放进来。当然这个里头莫扎特最好的还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视角是这个宫廷的这个另外一个相对比较平庸的作曲家的这个视角啊，使得这个因为把人的这样的一个嫉妒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生动，那是他最主要的这个从内容上和主题上的贡献。第54是西线无战事，我聊过新版的西线无战事哈，也曾经可能在里头稍微对比了一下，我忘记有没有。第55名音乐之声，我觉得音乐之声应该比现在这个55名要高得多的一个位置啊，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看、非常伟大的一个歌舞片，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求真的、极度个人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子啊，看起来家庭教师，然后带着这些孩子，跟着这个其实是退伍军人，这家里头又有地又有财产的哈。最后跨阶级的这样的一种结合啊，它就既有浪漫的，又有其实非常执拗的那一面，就是什么是好的，然后也有田园牧歌的那一面。老美国的那个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个东西了。没有看过音乐之声的一定要去看一下啊。然后第56野战军医院啊，那这就是喜剧讽刺啊，不多说了。然后57是第3个人，58是 Fantasia， 这是迪士尼的
一部动画长片。59，无垠的反叛啊，詹姆斯·迪恩，英年早逝的帅哥。无垠的反叛是谁的小说了？这是，哎呀，我也不是很记得清楚了。然后60是夺宝奇兵啊，夺宝奇兵是典型的美国人的觉得说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乐园啊，曾经就说因为自己的拯救过世界2次吧，觉得说啊去哪儿都和去自己家后院似的，对吧？然后去探宝，这个也是边疆精神，也是牛仔精神，也是个人主义，然后也有点自我取笑的意思。然后它是一个极度的工业化的一个产品，然后一直到今天，你看这个迪士尼里头还是有这个夺宝奇兵，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娱乐项目啊。第61又是希区柯克的晕眩恐高症，或者是第62 Tootsie 是讲什么的了？达斯汀霍夫曼应该是反串了一下 Tootsie。第63是约翰福特的 Stagecoach， 哇，这就是最好看的西部片之一了啊！这真的是边疆精神，然后个人主义。第64又是应该是斯皮尔伯格的第3类接触了吧？第65沉默的羔羊，沉默的羔羊是为什么是这么美国呢？这也是值得想一想。当然它有一定的女性主义的东西啊，女性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它的多元化文化的一部分，去强调你说近代的这些女性主义抬头到底是谁哪个国家领导呢？我确实觉得还是美国这帮学院派的这些人和这些艺术家搞艺术的人。第66 Network， 这应该是贩毒网络。第67是满洲里候选人嘛。68美国人在巴黎，这我应该看过，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是什么东西了。Shane， 哎呀，后面的相对就没有那么熟了。这个 The French 70排位的这个应该是后来被改派的贩毒网络。那这个76年的 Network 是指啥的？我好像没看过。71是《阿甘正传》，《阿甘正传》实在太美国了啊！这个应该它的排位应该要远远高才对啊，因为它是直接和美国的一些重大的历史直接挂钩了嘛。在1994年那个时候就已经用特效把非常像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就直接把历史纪录片等于说让汤姆汉克斯就进了这样的一场景了，对吧？那个影像上的颗粒感啊什么的融入都非常非常的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人不怕笨哈，就是说这也是新教或者说基督教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说人的聪明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就是说人的金钱才是最重要的。人应该是说如果说你只是说玩小聪明的话，你走不远，一定是说你得有一个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纯洁的一个心态哈，然后你得瞄向一个最重要的目标。那阿甘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体现了。72宾虚啊，宾虚首先是动作场面是非常非常，在当时1959年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看。那这个当然本身实际上是非常讲的是中东的那样的一个，实际上是圣经时代哈，旧约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不是新约时代啊，这个里头还涉及到耶稣了嘛，因为他听说主人公听说耶稣的故事了，然后他自己在这个等于说被设计的这样的一种竞赛当中，以自己高超的勇气和技术啊，最后也是因为上帝的保守啊，它这个内核是非常非常宗教性的，非常 religious。然后当然它跟整个的基督教的这种应许是有关系，它讲的其实是犹太人的故事啊。第73名是呼啸山庄啊，这我还真没看过，这改编的小说拍的。第70名是卓别林的《淘金时代》啊，这当然卓别林就太美国了啊，
现在可能很多美国人都忘记了吧。我觉得说其实公立学校难道不应该给他们看一看这个美国是怎么过来的吗？淘金时代当然是这个美国的东西扩的很大的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加州的这个 Gold Rush 哈 ，Gold Rush 就是说过去你西部都没有人愿意来，突然之间因为这样的大家利欲熏心啊，为了获取新的财富、想暴富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涌到这儿来，形成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慢慢人们就有一些定居，然后这个就西部大开发就顺理成章，是吧？这甚至是某一些就在论述里头，就是叫什么 destiny manifest 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就是说这东西就是要成为整个美国的领土的一部分的计划。这个计划也不是人计划，就是这么回事儿。那75是与狼共舞啊，这当然我觉得也确实很重要。这个关于和印第安人的友谊，然后欧洲移民的背叛，然后主要是要来还是强调的这种美国的历史啊，它这样的一个土地是怎么形成的，这里头的曾经发生过的罪恶，然后这个只是近年来搞得有点过度了哈，把很多历史重写的已经是面目全非。虽然历史是一个传统上大家说啊是任人梳妆的小姑娘，但那不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应该不停的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偏好上去不停的下注 double down， 一直去搞到最后就说啊，整个的这个国家的文明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剥削和种族主义。那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我即使是说大家所崇尚的这个美国精神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强调的实际上是有平等的，实际上是有一个人在这个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给予的环境里头的一个基本的权利的表达的。那权利法案那个东西怎么能说这个东西是一个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压迫的吗？胡扯八道。76啊，这个卓别林城市之光啊，这个其实跟这个让瞎眼的能看见是有关系的。在这个电影里头，这个卓别林实际上是他就是一个重大的心愿，就是让他那个我记得那个女伴能够看得见。当然本身卓别林是天才，这毫无疑问。77美国风情画，这应该是乔治卢卡斯的，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也是加州小镇上的故事啊，这个青年人的这种迷茫，在这个描述的是60年代的故事啊。他虽然说是80年代拍的，但实际上是描述的是应该是70年代的故事，对，1960年代的这样的一个 again 又是 Boomer 的这个青春期的故事啊。Boomer 是这个国家现在陷入这样的祸患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人群，其实就说美国的衰落其实跟 Boomer 这一代人的毫无节制的消费，然后他们的过度的，因为他们没有吃过太多的苦，所以他们过于乐观，过于幼稚了啊，对世界的和人性的真相充满很多幼稚的想象，觉得说啊，我们是可以简简单单就让别人和我们想的是一样，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所谓的 democracy 和其他的这些价值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快速的接受，那大家就世界大同之后，所以其实世界自由贸易就是由 Boomer 这一代人主导的。78史泰龙的洛基啊 Rocky 啊，这个里头当然最 iconic 的，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对吧？这是个人奋斗，然后这种只要你努力，然后你合适的机会就会给你巨大的成功和奖赏，然后英雄不问出处啊，这是美国的最爱讲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头，你看那个史泰龙在那个跑的时候啊，前几天还看到这样的一个说，这个跑的时候旁边不是还有一个人，他在这个社区里头跑，那个镜头是在前头一个卡车上，等于说在卡车倒着拍这个史泰龙在跑，
然后旁边跑着跑的，大家不是有时候就停下来看一看他，还有人给他扔一个什么饮料，还是这个萝卜还是什么东西，去表示表示对他的一种友善嘛。那些都是随机产生的哈，那些人都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在干啥，反正。你看，关于拳击的这个是不是有好几部了，对吧？愤怒的公牛了，Rocky 了，直到现在，你看美国文化里头，这个 UFC 把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 WFC 还是什么，就以前金腰带的那个联盟，对吧？那个时候有几大赛事，那是拳击是原来是最受人关注的，现在其实 UFC 已经慢慢的又成了新的新宠了，它有这样的一种甚至和罗马帝国那样一样的，就是说对暴力哈，对这种勇敢，对这种人和人之间肉体的搏斗的这种消费市场，这也是美国文化非常非常奇特的一面的，而且有足够的资本和这个观众去支持它，对吧？然后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做得非常非常的大。79猎鹿人哈，又是越战了吧？应该是越南战争。80是野战排，野战排更像是一个西部片，对吧？它是一个以亡命之徒一帮人，然后它体现了是美国的枪支文化哈，和这种民间的这种民兵的可能的力量。美国的民兵在不久以前啊，甚至到现在还在某一些地方存在的，像有一些什么联邦政府想去把一个什么项目说啊，我要给你停了，或者是我不允许你建什么的，当地人就有可能组织民兵去跟你对抗的。然后联邦政府，除非总统有下特别大的决心，觉得说不行，必须得这么干，还一般很多时候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他这个权力是比较分散的，还是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基因之一吧。第81名又是卓别林啊，摩登时代。摩登时代你放到今天看，其实依然是有很多是很真相的。我们现在美国人首先也发明了很多其实毫无帮助啊，实际上说让人可能更糟糕的一种生活，比如说社交网络，对吧？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东西真的对我们人类是有好处的吗？以至于说我们本来以为说互联网时代真相可以更容易看到，实际上你会发现真相更不容易知道了，对吧？因为它随之而来的谎言也会更大，然后有时候甚至这种信噪比已经非常非常悬殊了，信号已经被噪音已经都几乎淹没了，人们在获取一个准确信息反而更困难了。摩登时代里头最经典的就是说那个河边吃饭的时候，对吧？那个然后来一个机器，然后弄了一个玉米滋滋滋转的，然后把那个他根本吃不了那么快，但是那个机器就让他把他就的牙都恨不得都给你转下来。那这种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后工业时代的去加速的，我们真的觉得这一天天过得要那么高的效率干啥呢？对吧？我们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呢？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说挺无奈的，就我们就被裹挟的这样。摩登时代就是典型的一个预言啊，这个也是美国对自己工业化的一个嘲讽吧。然后第82名是《巨人传》，这个电影很好看啊，《Giant》讲的是德州的，我记得是一个故事，也是詹姆斯·迪恩演的吧，我记得。然后他也是要想的说怎么去转型啊，从一个农场还是牧场，然后最后要挖石油，赶上这样的一个时代，大淘金，又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淘金，然后也有种族问题，也有对物质的这种财富的这种反思，挺好的。5-6年的电影，只是3个半小时哈，你不一定愿意投资了。第83是 Oliver Stone 的《野战排》，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不知道现在会怎么看，但是当时印象非常的深刻，又是跟越战，你看看越战对美国的影响多大，这也是在98年的那一代人里头去，如果98年那帮人，比如说40-50岁的话。这帮人他们可能越战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影响很大，对他们的家庭，对他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质感的影响。第84名是我最喜欢的《冰雪暴》啊，
不多说了，大家自己去看我的解读。第85名 Duck Soup 啊，这个鸭羹应该这个叫。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喜剧嘛，马克思兄弟的喜剧，然后讲的也是有点，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电影和川普现在联系起来，说他也是一个和疯子一样的独裁者，是吧？然后带领国家就陷入混乱了。我相信，美国现在肯定会接下来不只是美国了，我相信整个世界都会有一段时间的需要调整的时期。这段调整时期不知道有多长，不知道这种调整会不会带来更大的混乱，甚至会引发更多的战争，这都是不确定的哈。但是我不是我并没有一个立场上的一个想给大家做的评判。然后86名。Mutiny on the Bounty 这个叫叛舰喋血记啊，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很多电影学院，特别中国的电影学院好像也会把这个放很高的一个位置。1935年的一个电影，它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讲的也是和个人主义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在一个船上是一个其实是非常等级制的一个东西啊，在军队里头嘛，对吧？这个特别在船上，在海上的时候，船长就是天哪，那几乎就是拥有生杀大权的上帝一样的人物。但是当这样的一个人自己有缺陷的时候，底下的人怎么样去慢慢的去对抗这样的一个独裁的非常暴虐的船长啊，这个里头充满了风险和人性各种各样的一些幽暗的地方，所以这个电影很好的解释了人类这个权力的一种来源哈，当然也跟勇气有关系，也跟其实宗教性的这种关于最终的真相和公义哈 justice 的这一个东西的一个理解有关系。第87是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哈，这 again 这是对一个科技对科学本身的这种担忧，其实这个担忧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我们在看到过去的这些年，包括疫情的这个时候，美国的这些，比如说 Dr. Fauci 哈，他们真的是可以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的利益，他们自己的名誉，他们自己的whatever reason， 那他们就可以实际上是把话说得非常的过头，去误导一些公共政策，甚至自己本身就成为政治操纵的一部分啊。然后这个整个的大的制药商能够如何的影响一个社会的言论，如何去取消这种其他不同的声音，如何钳制言论自由，这些都是历历在目。然后那些科学家可以真的是说睁着眼睛说谎啊，所以说不要太过把科学家偶像化，也甚至不要把科学偶像化。科学只是一个方法而已，只是说我们做假设，小心求证，然后得出来一个局部性的、暂时性的答案。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理，那是一个人类有限理性产生出来的一个东西。科学的方法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科学本身不应该是终极的真相。弗兰肯斯坦这样的电影就是非常非常直观的表达了，其实这都是新教伦理慢慢产生出来的一些东西。第88名 Easy Rider 哈，这个逍遥骑士，这当然是跟美国的摩托车文化太有关系，也跟它的西部的这样的一个广大的地域，跟新疆界感，跟个人主义，跟这个自由哈，寻找自我的这种东西，直接挂钩，而且他还有一个60年代这种反抗主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他的反抗是什么叫反抗？如果说大家各过各的，其实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一些道德压力或者经济压力或者 whatever 这个压力是政府的压力。那大家反抗什么呢？反抗就一定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建制，而这种建制本身，人们开始怀疑它的正当性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个体的自由就要开始去爆发出来自己应有的生命力，他就会去他自己本身这个生命力未必会以一个好像积极的方向去爆发出来，有可能自己爆发出来就是个死，就像这个邦尼和克莱德一样，对吧？他是我要反抗，我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甚至说我宁可死了，我对你造成一点点伤害都可以。他有这样的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就说明就是说每个人本身并不是说个人主义就是终极真相，个人主义只是一种我们本真对自己生命的一种
承认，就说，哎，我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啊，我不管怎么样，我应该是听我自己内心的真相。但是你 follow your heart 的风险在于说，你得有一个更稳定的终极的目标去指导你怎么样去 follow your heart， 怎么样在有目标、有基础的情况之下，再发挥你自己独特的个性。那这个呢，每一个人就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做好了，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好。所以个体的这种反抗，有时候是很悲剧的哈。在我们前头看到的电影里头，其实有很多是很悲剧的下场的。第89巴顿将军哈，巴顿将军，这个 again 这个。美国人对这种，即使是他们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赫战功的这些人，他也会把它拍出来非常立体。特别是说，巴顿将军是一个其实怎么说？你可以说他甚至很傲慢哈，他也很 willful 将军嘛。你想他能不 willful 吗？他一定是非常的 strong-minded， 很强硬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这个电影里头有他自我对话那一部分，就是要通过拍这样的一个人物呢，能够看到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复杂性。所以他不是为了把他拍成是一个说，你看这是一个带领美国人民的一个领袖，所以通过表现他来表现美国人民的伟大，他们才不 care 什么美国人民伟不伟大啊，就没有 doesn't matter。他就是说，你看这个人这样的一个领袖，他身上是充满这么样复杂的一些特性的。那你想想，我们每个人难道不都是吗？其实更是一个说以小人物的方式去拍大人物，然后他们就是这是非常非常美国电影式的东西，我认为。把大人物当小人物拍，把小人物当大人物拍，这是一个一点没毛病的一个非常过简的一个描述。但是我就发现这样的观念呢，很多华人是接受不了的哈。我们在现实里有时候去想拍个纪录片的时候，自己那些被拍摄对象自己觉得是个大人物，然后你跟他说啊，我们的 approach 是这样的，我们拍法是这样。然后听到这句话就不高兴了，说什么把我要当小人物拍，哼，不拍，对吧？他就是他没有这样的一种对生命的一种领悟，所以表现出来的一种非常的傲慢的样子。第90部 The Jazz Singer 哈，这是一个其实是主要是技术上是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这样的一个过渡。那这个电影里头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犹太人，对吧？他就是说他就喜欢唱歌，然后他犹太人的家长和华人家长很像的，你都不赚够足够的钱，你唱什么歌，对不对？那他就后来就坚持唱，然后就在电影里头就是主要是说这是一个有声电影了。也是绝对的个人主义哈，绝对的理想主义。OK， 91窈窕淑女，窈窕淑女这个又跟多样性有关系了。就是说，这个教授呢，就是想着说，我们找一个卖花的这个姑娘哈，卖花姑娘，我们其实可以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包装之后呢，就把它变成是一个真正的 lady 了哈。lady 这个称号可不是随随便便有的呀，对吧？你看原来那个欧洲的那种老欧洲，对吧？你 lady 那就是一家里头的女主人，或者是至少千金小姐才叫 lady 的，你其他人哪里叫 maid lady？ 其他人是 maid。然后最后就是说，关于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人的身份是不是通过外貌就可以改变的呢？是不是你挎个 LV 的包一下子就变成上流社会了呢？对不对？你是不是能够通过外面的这些变化变成一个新的你？那美国人的答案就是 no， 不行。所以他们其实特别不看重欧洲那些奢侈品啊，他们美国人在这方面的消费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就相对他们的国力来讲，对吧？你像硅谷的这些 billionaire， 你像黄仁勋，对吧？那就黑皮夹克，以前的乔布斯就是那样的一个衣服，他就是他不觉得那个东西很重要，所以身份的这个焦虑永远都不能靠外面的装潢去实现的哈，你还得去自己的生命有所成长，你必须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然后去受苦。第92 A Place in the Sun， 这电影叫《阳光下的地方》，那我没看过哈，这个好像是三角恋还是怎么样。第93，这是《公寓春光》The Apartment， 这也是应该是比利怀德的吧？哇，这很好看啊，这个 Jack Lemmon、Sherry McLean， 这演员都是非常非常好，男女主角都非常非常的耐看，也很会演。这其实有点像，就是两个几乎是不可能有任何关系的男女，然后在一些生命中其实出现了各自因为自己的困境吧，这种困境不是经济上的困境，而是说一种灵性上的困境哈。然后他们做的工作其实也都是。其实挺不起眼，甚至说挺不光彩的，但是他们在最糟糕的时刻呢，在你 lowest low 最低的那个低点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突然会开启自己的另外一面，然后就和一个不可能的人产生这样的一种浪漫，这是可能的啊。第94又是马丁斯科西斯的好家伙，我也答应大家要解读，也还没有来得及。OK， 这也是不多说了，以后再说吧。95低俗小说啊，我已经做完了哈，已经做完了，大家要去看一下。我觉得我解读的低俗小说还可以了，还可以了。至少我相信很多次文化的东西，那种 between lines 的那些东西，我肯定说的在华语里头肯定是最丰富的一个吧。第96 The Searchers 啊，搜索者还是叫什么？约翰福特，这是应该我记得是第2部约翰福特的电影了。那这电影 again 边疆新疆界，然后种族主义，然后个人主义，身份问题，对吧？然后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宽恕也好，复仇也好啊，在这里头就是约翰韦恩主要是纠结的就是他是一个被仇恨充满了这样的一个人，他非常的英勇的为自己所相信的一个其实非常狭窄的理念去征战，那最后发现其实有一些东西不是他能够控制，他所想营救的这个外甥女还是侄女是吧？最后人家其实是身份上已经认同了他从小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印第安文化了，所以不是人的身份，甚至不是肤色决定的，对吧？它是你在什么样的文化里头去浸润、去培养这些思想是怎么样，慢慢的你认为是真的，所以才固化在你心里头，让你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的东西。所以，要去选择自己阅读什么，不阅读什么，然后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你不能说啊，都一样啊，都是很好的，或者都是混蛋，不是的。这个世界有是非的 ，OK， 有真假的，有美丑的，你就得去做这样的一个遴选。这样的遴选，在有一些极左的人看起来就是歧视哈。就当你说有区别的时候，你就说你凭什么要说这个有区别？怎么没有区别呢？对吧？当然有区别。第97部 Bringing Up Baby 育婴奇谈啊，这个我还真没看过，又是 Carrie Cooper 和凯瑟琳赫本，有机会看一下。第98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 Unforgiven 啊，不可饶恕。这个其实它片名虽然说是不可饶恕，然后也非常非常的暴力。这几个演员都很好啊，你看这个Morgan Freeman， 然后Gene Hackman 前一段时间刚死了嘛，伊斯特伍德也那么大年纪了，估计也快了吧。反正这个其实他讲了半天，其实是说暴力没有用，然后这个其实饶恕是真正能够实现救赎的唯一的一个，你先要去，你人和人之间你必须得饶恕，没有选择。当然这个人和神之间，这又是有宗教性的东西，有西部的，有新边疆的问题，有秩序的公义的问题呀，这个很美国。然后第99部 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这个是猜谁来吃晚餐，这是典型的在应该是
种族主义的哈，关于这个黑人男子哈，叫 Sidney Poitier 去 date 了一个白人女儿嘛，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已经固化的一些觉得禁忌，但是他在挑战这个东西。典型的美国电影，然后第100部是 Yankee Doodle Dandy 洋基的骄傲啊，这是一个讲他一个音乐家好像是，然后跑到这个白宫去了，不是他反正他好像是去见总统了，然后是讲了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其实非常的有爱国情怀哈，这个。Yankee Doodle Dandy， 你光看这个海报就非常的，这就是典型的美国爱国主义的颜色嘛，红白蓝，不是是红蓝白，对红蓝白呀，然后有星有条的，然后每一年这个独立日的时候啊，就是 again 都是这样的东西。呀，我就跟大家今天分享到这儿吧，我也很累了，谢谢大家收看，再见。